话说，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伟大人物。当国家面临这个灭顶之灾的时候，他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凭借个人的智慧和勇气，一战成名，以弱胜强，创造了历史上少有的奇迹。就是因为他，使得大明朝又延续了200年。他是谁呢？他就是明朝的大忠臣于谦。我们从于谦小时候来说一说他。他出生在中国浙江省，他的祖上历代为官，可以说是个官宦子弟，家里有钱有势有文化。据《史记》记载，于谦7岁的时候有一位高僧看到于谦呢，就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不得了，是非常有出息，说他将来能成为拯救国家的宰相。于谦这孩子呢，从小自幼就是非常聪明好学，是个非常睿智的孩子。他到15岁的时候就考中了秀才。那考中秀才在当年来说，就形同于今天考上了非常知名的大学，成绩非常优秀。那他在23岁的时候又考中了进士，所以他很快就被皇帝任命成检察官，从小检察官慢慢的几年之后做成了大检察官，而且这个政绩特别好，就是自己又清廉。什么是清廉呢？就是不贪污不行贿，为人耿直并且呢非常热爱人民。那比如说有一次这个当时大明朝的山西省那个地方当地闹饥荒，这个农业就没有丰收，就是人民就没有庄稼粮食吃人民呢已经和当地的官员形成了一个抢粮杀人的这个场面。因为很多人都已经饿死在街头，结果他到了当地一看，这个灾情太严重了，他就给地方官说，我要分粮食给百姓，我要开仓送粮。因为当时的法律能开这个大仓库能够放粮的话，要经过皇帝的手谕批准你自己私下放粮可是要杀头的你先写信快马加鞭送到皇帝那儿去，皇帝批复之后咱们才可能够去放粮。于谦说不行你看每天都多饿死那么多人，而且百姓就是为了能活下去，已经反正都一饿死也是死嘛，干脆要抢粮了，立刻你们的人头说不定很快就要搬家了，你们命都保不住了，要再走过那个整个政府的审批流程得2-3个月才能批下来。2-3个月一旦农民造反起义，说不定2-3个月之后都打进京城了我们大明江山不保反正皇帝要问责的话，我于谦承担，与你们无关。开仓放粮他就毅然决然的给百姓放粮。这一场潜在的危机就这样就化解了。但是于谦还得解决他自己的隐患他等于是违法违背了放军粮的制度他还到皇帝跟前要交差他去的时候正是朝廷有人告他私放军粮，拉拢人心图谋不轨，肯定要造反，皇上应该把他砍了。大家正在怎么样修理于谦的这个时候，于谦来了。皇帝一看，于谦这不来了吗？于谦，你说说你为什么动用军粮？于谦就说了一下自己的担忧。皇帝一听就拍手，小于你做的对不错，我也是这么想的，说不但不杀你，还给你再继续升职。你看，所以无论上到皇帝下到百姓，都觉得这个于大人真是个非常棒的好人，爱民如子。在当年
作为地方官也不容易。县长首先是一县之长，一县的父母官。第二个，他还是判官，还是警察局长，所以一个县长几乎代替了很多很多重要的职务，是这样的。所以因为这种情况，这一个县长就根本很多不懂得这个破案技术，也有的是为了应付差事。比如说一个杀人案，真正的凶手是谁，你找不出来，这个屈打成招，严重的严酷的刑罚加到一个无辜的青年人身上，最后打的死去活来，最后说你别打了，你说我什么我就是什么，对不对？别让我这么痛苦了。所以很多冤案错案，这个于谦到了之后给平反了很多这样的冤假错案。所以老百姓哎呀，真是拍手称快就是非常赞美这个于青天大人于谦呢，在这个大明朝做官其实时间挺长的，因为他很年轻呢就毕业了被皇帝任命的时候呢，就是很早，20几岁。第一次被任命就是明仁宗朱高炽，他人是个好人，兢兢业业做皇帝，可是他这个寿命呢有点短，他做皇帝不到1年的时间就去世了。去世之后就把这个皇位呢传给了明宣德皇帝，也叫做明宣宗，他的名字叫朱瞻基。这个明宣德皇帝呢，朱瞻基是个非常的聪明乖巧，能文能武，能说会道，凡是所学都能学得很精，就是一个很有大智慧的一个人。所以在历史上呢，这个朱瞻基在位的时候也是成为一个就是国富民强的一个时期。在那个时期明朝政府和世界各地很多国家有着贸易往来，或者是有很好的社交关系，每年都有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皇帝，大家彼此赠送礼品那这些贡品当中最著名的就是宣德炉。历史上称为宣德炉呢，因为在宣德皇帝时期才有了这样的一种工艺品所以到后来呢，在明朝各代，还有到了清朝，乃至到现在，人们也不断的去制造。你看我这个跟前放的，像这也是宣德炉的一种样子两边呢有兽耳那底下呢还会刻着这个字，像这里就刻的是大明宣德年制。这样宣德皇帝呢重用于谦在下面做高级的检察官也是业绩斐然做得非常好受到了这个宣德皇帝的赏识和重用。那么等这个宣德皇帝重病去世之后，他的皇位传给了明英宗朱祁镇，9岁还是个儿童就继了皇位。朱祁镇在位待了13年之后，有一支蒙古军，有大蒙古族当中也分好几个不同的族其中有一个大部族呢叫瓦剌。这个瓦剌当中出了个首领叫也先，具有很好的领导力，又很会打仗。这先后呢就组织了整个大蒙古的整个军团就变成是非常能打，骑的马的这个速度，还马的这个冲击力，那他的这个杀伤力就很强，我们步兵是受不了的，就根本打不过他所以这个蒙古的瓦剌崛起之后就很快弄了几万兵可是他们其实也遇到了一些天灾的问题，比如说很久这个天不下雨这个草原上这个草就长不出来，牛羊被饿死。说草原上生活也不容易，还有更厉害的是瘟疫。这个动物的瘟疫来的时候就是一夜之间一夜之间你们家那个几千头牛或者是羊就都死光了。瘟疫的这些牛羊肉是不能吃的，
他还传染，很厉害。对，所以当这个草原上遇上这个灾难的时候，怎么办呢？只能说看谁家有粮食，要不借，没钱呢也买不了，对不对？所以借不出来就抢，就是这样。所以呢，这个也先这位将领呢，带领这个蒙古的瓦剌族呢，这些勇士们哈，就抢到了明朝来，不给就抢，捉又捉不住他，但是呢，真要见了面还打不过人家，就是这样，所以总是在受气，干吃亏。所以当时的现任皇帝呢，朱祁镇呢，就想方设法调一些精兵能干的这个干将来到京城哈，来帮着维持秩序，怎么样加强这个国防力量。那么其中呢，就他父亲重用的于谦，把于谦就给招回来，封任为这个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但是这句好名分还没待几天呢，事情就发生了，就是这个野先他们总是带骑兵来骚扰、抢粮食、抢人、抢东西。这个当时这皇帝呢，朱祁镇哈，明英宗带了20万大军去打仗。那有点头脑的朋友就说哈，这皇帝又不是开创的皇帝，对不对？不像他祖宗朱元璋那样从农民造反开始就得非打仗不可。你是个结了好几代班的一个小皇帝，打什么仗呢？你懂得战场吗？你懂得战术吗？懂得兵法吗？对我来说这都是疑问，我觉得他不怎么懂。但是为什么会去打仗呢？要说到这个问题啊，就得说他的成长历程。他在成长的几岁的时候啊，皇帝就他的父亲呢，就要为他当时作为这个皇子或者太子哈，就找好的老师，找到好的老师之后，还得找什么好的奶妈，还有找一个聪明的太监，这个人叫做王振。那王振是个什么样的太监被皇帝选中来陪伴这个皇太子呢？这个人其实有点了不起，应该说是不得了，也影响了中国发展的历史。王振其实是个知识分子，是个读书人，在年轻的时候也考中了举人，就今天说高档优质大学生，在那个时候就很少见了，人家也中了举人。但是呢，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呢，他总觉得如果按照正常的官场上的行政这个发展提升，他就说可能到死都提不到皇宫去做那么高的高官。但是他呢，贪欲心又很强，说我怎么样想出什么样的方法来，走一条快道，一条捷径，让皇帝能赏识我。反正正常能想的道都想了，就是结果就是行不通，是不可能。但是人有了这么一个想法，有了这么个愿望，他真想出主意来了。他觉得接触皇帝的，而并不是走官场路线，最容易接触的就是做太监。他越想越觉得这条路真是个捷径。人生不管有没有几次，那我这一次不白活，我拼了。但王振这个时候其实他是个聪明人都早就结了婚了，过去结婚也早，有老婆有孩子。但这个事儿这么大一件事情，也不能不给家人商量啊。这老婆一商量，老婆肯定不乐意又哭又闹。那王振不管，但是做这个状态虽然是付出很惨重但是有失有得呀。他很快就高人一等，出类拔萃。因为在古代大家其实挺传统的，那也不是非常贫穷的家庭穷到吃不上饭要饿死人程度，哪个父母都舍不得把自己的男孩送去做了手术到皇宫，不知道是死是活，图那一口饭吃知道是有饭吃，但是舍不得。
所以那个时候送去当太监的这个家庭都是比较贫穷。他因为贫穷，所以没读书，所以里面太监几乎都没文化。但是为了给后宫的这些皇妃皇帝服务的话呢，他们也做一些文化的普及工作。所以他们最高文化程度通常情况下90%以上都只能说最多会读一封信，没有太高。如果再更高的，可能还跟皇帝去办一些事情。还有他有太监去掌管的什么锦衣卫东厂就是明朝的特务机关，在里头做杀手、做侦探，或者说做高级的官员。甚至还有这个太监呢，叫掌印太监，皇帝的写的文书都盖给皇帝玉玺大印，专门有个太监管着这个去盖印，皇帝说给谁盖他就给谁盖，就这样盖了这个印，他叫圣旨。对，所以这个太监这个群体在里面所以做着很多的重要的工作，这是明朝政府的一个特色。咱们所说锦衣卫、东厂，这都是明代的这个皇家特别设立的特务机关大家在电影中应该对这些特务机关有所认识，对不对？叫非常残忍，像锦衣卫抓的人，很少有人能活着走出监狱的。好，所以这个太监群体呢是这个样子。那王振呢又聪明伶俐又是举人出身，所以很快叫鹤立鸡群很快就很显眼了。才知道那是皇帝皇妃需要忠诚的这些服侍者，对不对？他表现的又忠诚又聪明又很利落，就是反应很快，又会办事儿。因为他是个社会人士所以很快就给他找了一个好工作，陪我的皇帝接班人小太子，给他陪伴他读书，陪伴他玩耍，睡觉都在一起。这是他求之不得的希望得到的职位你想，这是太子，这是未来的皇帝，我把这个太子从小给围好了，培养好了之后，对吧？那么他当了皇帝呢，我呢一定是大权在握，一手遮天。果不其然所以上代皇帝去世之后，到了这小太子朱祁镇接了班当了皇帝，那么他对这个王振这个太监呢，就是非常的信任。他因此我就是说一个人培养一个好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小皇帝一直有这个王振这个太监陪伴着，比如有什么事儿说哎呀我妈要骂我，王振说没事儿，我出个主意帮你摆平。说我爸要修理我没事，我来解决。我想出城偷着玩一玩，说我来安排。这什么事儿都是王振替他安排好，最后变成了他对王振叫绝对信任。绝对信任还好，后面俩字很麻烦，叫绝对的依赖。也成为了习惯，小时候信任变成了依赖，长大成了皇帝还去依赖的话这有点麻烦了，就是所以才有了这个说出去打仗这个说法。咱们可以想象20出头的皇帝，他是好几代之后，这个大明帝国建立几十年之后的皇帝这样的小皇帝哪有机会打仗？谁敢和他打皇太子，你骂他一句说不定人头搬家他哪有机会和人打仗？更谈不上起码带着那么多兵去打仗。所以我觉得就中了这个王振的圈套。这小孩不懂事，就说我爷爷我祖宗都是骑马打仗，杀败敌军多少人，才建立了大明朝，我们才成为了太子，成为了皇帝。说你看这多荣耀。很多男孩就心中有一种叫将军梦，我能够战胜敌人成为这样能够打仗打败敌人，还甚至以少胜多，我还有智谋就上马能杀敌
下马能治国成为这样的一代所谓的明君的这种明君梦想。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梦想也有，但是正好蒙古军瓦剌总是来骚扰，最后他们就真去做这件事了。他们组织了20万明朝大军，就希望去扫平蒙古大军，看我怎么修理你。话说来到了1449年7月，蒙古人的瓦剌大军呢，那在这个首领也先的带领下，从北方一路南下，烧杀抢掠，到了这个大明朝这个地区之后见杀抢杀，人民呢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底下这些各种的快马来信就促使的皇帝说怎么平息他们。结果呢，在这个死太监王振的这个促使下就忽悠着这个年轻的小皇帝说一块带兵去出征打仗。这还得了啊！吓得这个国防部的这个部长副部长于谦不是副部长嘛？对，他的国防部的正部长叫旷野把他们都吓坏了，很多大臣都吓坏了。这咱们北京城本来就在于边疆地区，离蒙古人就近，你还能皇帝还亲自出征打仗，绝对不行啊！你是整个大明朝的精神领袖核心你们出去打仗，万一出点什么事那还得了啊？我们大明朝还有没有啊？所以他和一帮忠臣说绝对反对，不同意去打仗。但是这个时候明英宗皇帝年轻气盛，也在这个他最信任的太监王振的这种悄悄的这种促使下，非得要带兵出发，大家拦也拦不住。反正这个火已经架到了相当的高温的情况下了，大家一看拦不住说尽量多派一些重要的人士陪着去吧，只能这么着说于谦你的反对声音最大，所以你别去了，你在家看门吧就是本来分配之中一个部里头比如说去2个人也得留几个人那于谦就是被留下来的。所以一路出兵呢，名义上说是皇帝这个时候叫出征元帅但实际上呢都是这个太监王振做所有的决定，大小事由他来安排决定的。那皇帝呢在那儿只是一个傀儡，只是一个幌子而已，并且可能也是不该打这场战吧。他们走出北京城之后就一路连绵大雨下个不停今天就是当代就是马路上说如果不下雨的话，这个车还能方便跑，对不对？很多地方干旱的地方一下雨很多孩子撞车。在古代的时候那些道路都是土的纯土路，连砖都铺不起，而且一走几百公里到上千公里所以连着下雨之后呢，你看那个路是什么样的呢？按现在说应该穿那个雨鞋，高帮的雨鞋，可能一踩就20-30公分的脚就陷下去了，就陷下去很深。这些士兵第一穿着盔甲，第二还背着很多吃的，还有武器，什么大刀长枪，那时候还有抬着一些小土炮的，就身上这个载重负重都很大，又走在这么泥泞的路上，这路怎么走别说打仗了，累都能累死连续下雨，并且呢这个粮草供应都跟不上，经常大家要吃饭了说现在没粮食了我们后勤送粮的还没来，经常这样，大家还饿肚子。要人吃的没粮食，要马吃的草又没了，那马也没吃的处在这么一种非常的没有准备好的一场出征，并且看似一出征就不太吉祥，天连续下大雨这非常混乱的乱成一团的瞎胡乱指挥。好，接着时间呢来到了当时阴历的8月1号
这个皇帝带领的大明军队好不容易一路趟着泥巴，来到了现在的山西大同地区。这个王震他得知到了一些消息因为小股部队的时候就遇到了敌军都会给打败回来就知道这个敌人战斗力太强了，太勇猛了，看着我们不是对手。他感受到这种我军所谓不是对手的时候，他也非常害怕，非常的恐惧，就急忙下令说：“咱们撤军吧！这敌人太勇猛，咱们撤回去再说。”做了这个往回撤军的安排。其实呢，他们撤军的这个行动路线按照原来从哪来，顺着老路走回去是最安全，速度也最快。那王震呢就想呢，稍微绕远一下，到他家乡，在当时的山西省玉县。你看，带着皇帝20万大军，我也荣耀一下子。那历史上有这种荣耀的人不多呀。所有大臣都反对他计划，可是王震呢，独揽大权。因为其实他忽悠的小皇帝都听他的，就他说服了皇帝之后，皇帝就说：“照你说的做吧。”就只能走他规定的那条路线。可是马上就到了这个豫州王震的家乡附近的时候呢，他很莫名其妙的，他说：“咱们这么多大军，别把我们家乡的庄稼给踩了。”让大军原路折返回去，又回到了大同，从大同再顺着他们来的路线往回走，走到了8月13号，明军终于走到了土木堡。土木堡再往前走2个小时，就会来到他们一个城，这个城叫怀来。快走到怀来城的时候，就到了土木堡这样的一个地方的时候，王震看到这个运送物资的大军还没有到来，他莫名其妙的下了一道令，就是大军不要进城，就在这儿先安稳下来，就等在这里。他们在土木堡安营扎寨不进怀来城。到了15号，瓦剌军用了一个很坏的一个手段，就说：“我要和你们讲和，咱们可以谈判呢，咱们不用杀来杀去的，咱们有事好商量。”结果王震呢上当了，他们就当真了，所以士兵呢该睡觉睡觉该玩耍玩耍去了，都没有拿起武器作为准备。结果这个蒙古人一看这个明军当真，都放松了警惕，毫无抵抗之意的时候，他们发起了进攻。蒙古人骑着这个战马拎着快刀，明朝军队根本就没有防范，虽然人多，很快就被杀的是死的死，逃的逃，没有几个小时就被这个蒙古大军全部冲散了。那也是杀死了很多的大明军人。这个明朝的这位皇帝英宗明英宗也变成了俘虏，成为了阶下囚。整个20万精兵全跑没了，死的死，伤的伤，跑的跑。这件事成为了明朝历史上的最著名的所谓的叫土木堡之变。这个地方叫土木堡，有了这么一场灾难。当这个重兵要死要活的过程之中国防部长一看整个大局大势已去没法挽回的时候，他带着几个军人和高级官员赶快冲到了王震的面前，说：“都怪你这个混蛋死太监都是你出的馊主意，我们砍死你！”大家拔着刀来乱砍就把这个王震砍成了肉泥。虽然把王震砍了，但是20万大明军队确实也没了。
这些重要的官员全部在当场被杀，他们这位皇帝就被蒙古大军给掠走了。这使得这个大明朝政府在开国80年以来从来没有出现的严重危机，此时就发生了。话说耽误整个这个军事时间的问题那么第一个，如果当时他们大兵说折返回京城的话，按照原路走没事儿，从时间上来说敌人追不上来，至少能逃回去。那么王振呢出个馊主意，非要荣耀一番，希望带皇帝和大军去他家乡玉县走一圈，就到了玉县又找毛病，说怕踩坏庄稼还得回去，又耽误3-4天，又回到大同，再往回折返，耽误了时间。可是到了土木堡这个地方，再往前走2个小时就是怀来城。如果进了一个城，过去的城有城墙的保护会安全得多。王振不懂兵法，不知道哪来的这种坏主意，说非要在土木堡安营扎寨。我跟大家说就你平时做人做事好点坏点和两军打仗不一样。两军打仗对于地形、对气势、掌握时间差一点都是生死的差别，是不一样的。像我们在工作中，谁说你个闲话，你不可能把他杀了嘛，他不像生死这么攸关，对不对？但是战争你带大兵出去就是打仗的，打仗就是杀人的，你死我活的问题。王振不懂，觉得他任性，我想在哪住就在哪住，我想找个理由说绕个弯就绕个弯，都是他把这件事都给弄坏了，这使得大明的皇帝成为俘虏，20万精兵都被杀死。哎呀，遗憾呐！话说回来所以在北京城呢，还有最高的一个负责人是当时皇帝的弟弟，叫朱祁钰。他赶快召集大臣们这商量对策呀，说这话这么大一个大伤害来了，晴天霹雳呀，怎么办呢？你们得赶快出主意呀！这是有位官任这个监察御史的，叫徐有贞的这个人，非常聪明狡猾的人。他就说我夜观天象，说这个世界开始变动了，这个首都现在不是北京吗？应该改迁到南京去，别在北京待了，多危险啊！这蒙古人天天在这溜达，是吧？你看皇帝刚给捉走了，咱们很危险了，撤吧。于谦呢一听了之后，立刻拍桌子站起来。于谦本来说话就声音很大，这个时候于谦呢提高了100倍的嗓门，就谁提议南迁，就应当立即斩首啊！大厦将倾，危在旦夕呀！我们的京城就是天下的根本，在这种最危难的时候，你要牵动这个首都的话，一定会造成巨大的恐慌，而且甚至是蒙古人后面的追杀。在这种慌乱和敌人追杀的情况下，我们大明还能存在下去吗？像北宋时期那样的一个历史，2个皇帝被捉走，和现在咱们的情况差不多，是吧？2个皇帝被捉走，立刻成了他们的版图，成了当时金国的，属于金国的领地了。整个宋朝呢，有1半土地没有了，就被金国给占了。如果咱们立刻搬迁首都，敌军乘胜追击，并且我们的军人和百姓都吓破胆了，就把敌人想成像魔鬼一样的恐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溃不成军了，都不用打我们都输了，我们整个大明朝就没了，国家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这大乱的时候不可以乱跑呀，皇都不可以搬迁。那你想这个皇帝的弟弟这位亲王朱祁钰和有一些大臣就说，那你说怎么办呢？说好吧，你要问我怎么办，我是有一些看法，我认为是这样子。
第一个解决的事情是，咱们现在皇帝，你哥哥不是被捉走了吗？国不可一日无君，就是军队一天都不能缺少统帅。我觉得应该找个代理皇帝。就大家一听也是这么回事，也是有道理哈。我就问，那推理谁当这个代理皇帝啊？那皇帝一定男生就是兄弟俩啊，就是朱祁钰你做代理皇帝，那朱家人做这个代理皇帝，这非你莫属啊。你说你侄子什么之类的，那都年龄太小，才几岁，那不可能当得了皇帝，并且在这种大灾难来临的时候啊，这位弟弟朱祁钰就说：“我不行，你知道我是胆小的，我都怕见陌生人啊，说我睡觉我都怕见鬼啊。这我这么胆小的人，我怎么能当国君呢？我不干。”于谦他们带着一些重要的大臣忠诚重要的大臣去找他们的皇太后。因为中国讲孝顺的这个文化还是很尊重他们的母亲。这母亲姓孙，历史上称为叫孙太后。孙太后就说：“那我得出面谈谈吧，说这也是个解决的方法，我同意这个决定。”所以在孙太后的这个劝导和支持下，这个朱祁钰，我们接下来会称为叫弟弟皇帝，就答应了做这个代理皇帝，就当上了于是呢，就重新布局任命，因为前头在同保死了一批他得力干将和这些高级职员干部任命于谦当这个国防部长，那当时叫兵部尚书，就是现在说国防部长，并且是全权负责策划接下来的所有的军事行动的大计划，全权交给你了。于谦就开始立刻去执行。为什么立刻执行啊？你不知道蒙古大军哪一会儿又打过来呀，所以就赶快安排。他做了几件大的动作。那么第一个，先调动大明朝在其他地方的一些军队，赶快回到京都保护大明王朝来救难。算了算，大约能调20来万人。那人们就问，那粮食怎么解决？来这么多人，是不是他得吃粮食啊？他粮食是有，当时在北京附近通州有当时的这个军队的粮仓就储备粮、军备粮。通州离北京市就是现在来说25公里走半天就到了，走得快的话。但是蒙古瓦剌大军随时出没在哪里，他们骑的马又快。说如果我们现在去找人把这个通州的粮食往北京来回拿的话，万一他们过来杀人抢粮怎么办？于谦就想出一个主意，我不是从外地调那么多兵吗？让所有的兵都要路过通州，并且他们成群结队又有武器，对不对？到了通州粮仓，每个人带他20-30公斤，是吧？就扛到京城来就完了。并且接下来呢，又调动这个军事设备，比如说这个盔甲呀刀枪刀枪棍棒的呀，就他们就是叫副京都，就是南京还存了很多这些武器装备。他们通过这个漕运，就是这个大运河，从南京直达天津，最后把10几万套这些兵器，比如说盔甲刀枪就运回北京来了。这样最后人也有了，粮食也有了，这个军备物资也有了，还调动了很多在当年来说比较先进的武器，比如说大炮、火铳呢就有点短号的长枪，但是它比现在的枪相比那就落后多了但是也是射杀出去，有沙子钢珠也是一大片它调动了很多这个所谓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先进的这些武器来到北京，把大家武装起来。那么再接下来呢，就是说清理深挖护城河，还有加固箭楼，就往外射箭的箭楼，就是每个城墙拐角上突出的一个方形的，它叫女儿墙增强女儿墙的建设，就是为了射杀敌人。还有呢
在大门前在这个大城门前增加能够抵挡敌人这个射箭或者砸石头的这个厚重高大的栅栏门那个高大可能有10来米高呢很厚大木板子来挡住。光这个栅栏门呢就做了1万多个，还进行这个军队的组织改革，把3大营进行这个改编，变成10个团营，就10个小兵团。为什么设10个呢？接下来有个有意思了都听说一个小城就是4个城门，东西南北是吧？皇帝住的这个京城呢是有9个大门。怎么这个有9个呢？因为它是北京皇帝住的地方。中国古代有个数字哲学说皇帝除了叫真龙天子之外呢，也叫做九五之尊。所以在皇帝住的这个京城呢是有9个大门。那么9个城门呢有9个兵团各守1个，那么第10个兵团守卫皇宫，就是这样做这个分配。还快速提拔了一些年轻有经验又忠心又勇敢的年轻将领。所以这个时间非常紧迫，而且还请一些铁匠去打造一些兵器。其中呢更你想不到的是呢，于谦还派人去捡或者拿些钱去收购一些在同保他们战败所扔下的或被当地农民捡到的那些兵器，又弄回来了有几万个这些兵器盔甲的。所以把这些所有军用物资全部凑起来，快速的组织起来，进行分工分配。还有呢就做这个一些新的命令和法则，说我们所有派出去的这些兵和将，任何人走出城门去，什么时候回来呢？战争结束之后，要么你变成了尸体，要么你变成了胜利者回来，否则不能回城。再接下来就是说，如果是将领要后退，其他士兵都可以冲他下手，立刻格杀勿论。还有，如果你从前面的队伍前面的士兵如果后退的话，那么后面的士兵就可以砍死他。如果有人不执行命令，违抗者当场就砍死。像这样的兵法要求这么严格，是过去很少见的，但是我觉得他做的是对的。接下来做战略部署，把城墙、城门、防御这些东西都做好了吧？于谦说，我们进行作战分配，所有被分配的将领带着你的士兵到你所镇守的城门之外去防守。大家一听就晕了，而且在那个时候很能作战的将军有一位叫石亨。石亨一将军一听就吓得头皮都发炸，说哪有这样打仗的？我们历来守城的人都是要借用一个护城河，要借用城墙的厚度、高度、牢固度，是不是都是变成了我们的兵器来这个预防敌人的攻击。你把我们人都给弄出去之后，这本身是减少了我们的这个自我保护性、防范性，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有问题。于谦就说，我们保卫的是北京城，这个北京城我们住的这一伙人就是整个大明朝的心脏。前皇帝刚给捉走，20万精兵没有了，一批高官全被砍死。如果他们再攻进了北京城的话，大明天下还有吗？所以我这个决策和部署就是叫誓死保卫北京城，绝不能让敌人打进来。我这叫破釜沉舟，决一死战，而且战必须要赢。所以我们要死，我们死在城外，我们绝不会死在城内，也就是必须保护。我们也保护不了，我们必死。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心呢。因为大家反对也没有用，皇帝给了于谦
军事指挥权，大家不得已不按照这个要求去执行。因此呢，于谦呢就把这10个将领都分配出去，但最后一个最难把的一个城门，就是正冲着正北方的那个城门，就叫德胜门。他还没给大家安排哪个将军来把守。这最后他就说了，把守德胜门的将军是于谦。大家一听，哇，又吓一跳。于谦，你是文人，你怎么去带兵啊？你还跑到城门外头把着上前线？于谦说，嗨，顾不得那么多了。于谦他从小最崇拜的民族英雄，至少在他心中认为的大英雄，叫文天祥。文天祥是南宋时期的人，大才子。他也上了战场，可是呢，被敌人捉住。给他高官，他不要；给他很多钱，不要；给他美女，不要；给他漂亮的这个房子宅子，不要。说那你要什么？我只要一死。说我是生是宋朝的人，死要做宋朝的鬼，所以我肯定不能做你们的官，吃你们的饭。就他就是这样死的。所以于谦就特别的敬佩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所以那天于谦这样一个文人读书人，穿上铠甲走上战场，开始迎敌。接下来时间来到了11月，也就是1449年11月，离这个土木堡之变只是2个多月之后，瓦剌大军来到了北京城下，就开始了激战。实际作战时间5天，5天之后，瓦剌大兵前所没有的这种耻辱感，就被明军打败，并且指挥这场战争的是一个书生，他就是于谦，让这个瓦剌大军呢就觉得实在是刮目相看，就怎么打也打不进去。他这样一个书生，特别善用所有的武器，成为武器，这是很多的将领所做不到的，什么东西都成为他的武器，所以把敌军搞得叫疲惫不堪呐，晚上睡不了觉。那于谦派士兵去给他们捣乱，白天打仗就没精神，一打仗就输，因为他设了很多圈套，所以使得这个瓦剌大军损伤很大。这个野先呢实在支撑不住了，就光被他折腾都打不了，没法和明军作战，说只能撤退。那于谦呢派兵乘胜追击就干脆把瓦剌人赶出了长城，使得明朝大军以弱胜强，临危不乱，力挽狂澜，战胜了瓦剌大军，保住了大明江山。这就是历史上是赫赫有名的明朝的北京保卫战。明朝的前皇帝朱祁镇还在是人家的俘虏，这个瓦剌这些军人曾经还带着元皇帝朱祁镇去叫每一个城门或者每一个关口的门，只要一叫开，他们就打进来了。但是呢，各地的将士可能遵守了新的命令，就是谁叫也不开门，就是不开，就像小孩子唱歌就看见狼外婆一样，不开不开就不开，说死也不开。如果给这个过时的皇帝面子的话，可是他背后可是群狼我们整个大明朝就灭了。就是这样，在多番折腾之后，1年多以后呢，蒙古大军就觉得从这个皇帝身上已经压不出任何的利益和油水了，那干脆还是把他放了吧。那毕竟是2个国家，我们如果把他杀了之后，那明朝人就恨死我们了，所以我们不能杀你，要把你放回来。人是接回来了，
可到了北京城外，要进北京的时候，其实也挺艰难的。群臣所有大臣都想去到城外十里去跪迎啊。弟弟皇帝不乐意，说在外头当俘虏还有脸了，是吧？一匹马一个小轿给他弄回来就行了，不用去迎接。哎呀，但毕竟在任的皇帝权力大呀，大家就不敢说了，因为前面已经砍了好几个人头了，就算了。所以把这哥哥皇帝接回皇宫之后，也不让见这些之前的大臣，也不让大家礼拜，也不让大家来看望，就直接关到了有一个偏僻的殿，叫做南宫，关在那儿，和任何人都不能接触，谁都不能去看望，就守着，就是让他们比较放心的一些兵士在那守卫着，但是只是说送些衣服和吃饭用的东西，就是这样，有饭吃。关的这个南宫叫禁闭把他禁闭的关在那儿，关了7年多。哇，这位弟弟我真是很难想象，你的权力是从这位哥哥手里接过来的，哥哥好不容易九死一生回来了，你把他关起来，怎么在权力之下，这个情谊亲兄弟的情谊变得这么浅薄了呢？有一个小小的案例，我给大家讲一下，有多么浅薄呢？有一天，他的太监来汇报，就是我们听到老皇帝这不是关在南宫这院子里了吗？围墙特别高，就是说老皇帝拿这个大扇子扇着说：“哎呀，还是树荫下凉快呀！你看铺的席子躺在这儿舒服多了，屋里多闷热呀！哎呀，还感谢这个树荫呐，这一扇呢像一股股清风，还挺自在的。”他也给他的这个皇帝的前皇后就那么说，皇后在跟前伺候他，其实挺可怜的就觉得已经很满意了。太监每天都要向弟弟皇帝汇报，哥哥那边又听到了什么东西。有个太监就说：“哎呀，你的哥哥皇帝还说在树荫下乘凉还挺舒服。”弟弟说：“树荫在哪？把树荫这个事儿彻底给我解决了。”就为这个树荫的事儿，就把那棵大树给砍了，让哥哥连乘凉的机会都不能有。哎呀，遗憾了。这兄弟情，权力之下无情无义那这位弟弟皇帝做了这么多坏事好命也不长，也快到头了。他在这个得重病之前呢，还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儿。当时让这位弟弟作为代理皇帝的时候，他们家的长辈孙太后出面嘛，因为你是代理皇帝，对不对？皇位还是从哥哥那来的。如果有一天你病了或者你去世了，应该由你哥哥他的亲生孩子来接任皇帝。可是这位弟弟当了皇帝之后，很快就变卦了，就把哥哥这个孩子不是作为太子接班人嘛，这个废除了，完了之后让自己的孩子作为备用的太子皇帝。可是他自己亲生这个孩子呢也不争气，被任命为太子之后1年之后一病就死了，很奇怪吧？他就死了，就是这样。所以到7年之后，这位弟弟皇帝朱祁钰真的病重。就在这样的一种特殊的这个时候，前面我说有位特别能打仗的将军石亨，还有一位就说咱们撤回南京去吧，那位高官叫徐有贞，他是个文人，坏心眼特别多再加上一个坏的太监曹吉祥，他们内外勾结，形成了一个新的团伙。他们很狡猾一看代理皇帝就要死了，怎么样让，因为别人不能当皇帝
别人当皇帝不姓朱的话就是谋反了。可是他们的老皇帝正在囚禁在南宫里头，他们为了落下这个功名，你看皇帝是我们救的吧，3个人一谈就合作了，一拍就成功，都是利益嘛。就半夜撬开了这个南宫的门杀了2个值班的太监，完了之后就带着这个老皇帝明英宗就直奔紫禁城里头，也不去看弟弟，直接走到了每天早晨和群臣开会的金銮殿，直接坐到金銮宝座上去。2个小时之后，群臣每天早上不是来开朝会吗？群臣一抬头这上面宝座上换人了。对，这各个皇帝就说了，我现在正式宣布，我复皇帝位，我重新再当我的皇帝了。大家一听，他确实之前是皇帝啊。其实很多人比较忠诚的人，除了惊讶之外，其实也盼着他当皇帝。大家赶快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他就继任又当皇帝了。那么7、8天之后，他的弟弟皇帝一病不起就死了，7、8天之后就死了，历史上称为叫夺门之变。明英宗也就是这位哥哥皇帝复辟重新登皇帝宝座之后于谦好日子一到头了，他以这个谋逆之罪处死了于谦。那因为徐有贞在当时土木堡之变之后，他就煽动朝廷要南迁，放弃北京，结果被这个于谦痛骂一场，给阻止了。因此呢，让他觉得颜面无光，开始就仇恨了于谦。但是呢，前头这个弟弟皇帝其实对这个于谦的这个功劳和忠诚是非常认可的，信任他的，所以呢，徐有贞拿于谦也没有办法。但是呢，徐有贞是个奸臣当把这位哥哥皇帝重新他们一起扶上皇帝宝座之后，趁皇帝刚当上没几天，头脑正乱的时候，出馊主意杀于谦。就给他说，如果你不杀于谦你复辟这个事儿就师出无名。其实杀不杀于谦和皇帝重新复位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关系。他的意思是说，让你弟弟当皇帝都是于谦出的馊主意，难道是馊主意吗？反而是解放了解救了大明朝嘛。所以他是一种趁皇帝不是很清醒的时候说的这些混蛋话。那这个哥哥皇帝也就是明英宗一时糊涂，好吧，红笔一勾，杀吧，就杀于谦。在那天杀于谦的时候在当时这个围观的这个刑场上，老百姓围的是人山人海说这么一个好人，这么一个大忠臣，这么一位高尚的人，就要被处死了。百姓已经不知道哭了多少场，跪下求情不知多少次，但是皇帝是不改的。砍他头颅的那个刽子手砍了于谦的头之后，当场拿刀自刎，自己杀死了自己，觉得自己杀害了这么一个大忠臣自己是有罪的，无脸见天下人，所以自刎身亡据说还有一些他的家人，跟他一起做事的一些人，也因为这个事当场选择自杀。那一天和之后几天天降大雨。于谦被杀之后，朝廷派人抄他的家产被这些坏人诬告说家财万贯，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就是他的家一直住在自己最普通的那个家里头。他之前在做高官的时候
皇帝觉得他那么忠诚，那么辛苦，就是其中有一个非常华丽的豪宅，赐给于谦，于谦是不受的，但是又退不回去，是吧？我给了你，你退回来的话，就等于抗旨啊，抗旨不尊嘛，所以又不能退，他就把这个豪宅呢，就找了几个护卫哈，把这个豪宅给维护好了，还有呢，在豪宅之中哈，这个正厅里头，也这个正东的那个厅里头，啊，供放着前头皇帝赐给他所有的宝物和封赏，一分没有动过，没有花过，也没有变卖过。说这个豪宅他自己没有住过，还属于皇帝的。可是抄他自己住的那个根本那个家的时候，没有搜出1块钱来，因为他是个非常清廉的人，平时啊和人不做任何财务上的往来，从不收受任何的礼物。比如他在过大寿的时候，就是做像比如说50大寿之类的，多少人找着各种理由来送礼，对不对？不要，贵重的更不敢要。他就倡导是什么呢？君子之交淡如水。有位高官，他那时候年轻的时候刚做官不久啊，等于到官场上举荐他去到皇帝那去报道的这个高官哈，等于古代人称为恩师级的人物。他一看望这位恩师级人物的时候，也没带任何礼物。但是这位大臣太有权力了，所有人都去了，拿着很多贵重礼物。所以他的这位恩师的管家就问说：“今天你带什么彩礼来了？”说：“我带了2袖清风。”对，所以他既不送礼，也不给人，也不接受别人的礼物，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就不接受贿赂啊，一直保持一个2袖清风的清清淡淡的正人君子的生活。还不得不说的是北京保卫战，那就是于谦用生命和智慧在捍卫着大明王朝，立下了真叫汗马功劳。他这个功劳没人可以代替，功劳巨大，对不对？那所以有人推荐他，那这个于谦的儿子于勉呢，也当时出了很大的力，说这么多的官员都被封赏了，那你这个于谦的儿子于勉，人家也立了功啊，应该也得到皇帝的封赏啊。于谦立刻就会制止，不要，保卫国家这是一个臣子就是天然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我们保卫他，我们还要什么功劳呀？所以他的这种清廉清静、2袖清风的为人正直的这种做事方式一直到他后来的这个整个家族后人就代代流传他的后来的这个族人都以此为荣耀，也因此呢就把他后来这个家族的起了一个堂号，叫清风堂，就是2袖清风。所以真是太杰出了，太高尚了。有朋友问我呢，这个王振就那个大太监王振和于谦他们都是读书人，但是这个结局呢是那样的差别我这样思考一下就是在于心中的那种向往，也就是他最大的那个目标，那个东西的不同。你像王振呢，是一心为自己的，我要权力，我要财富，就为了自己，对不对？为了自己达到这个权力和快速的权力和巅峰的话，他宁可做很多男人觉得难以启齿的这个行为，自宫，让一个正常男子成为一个太监，也得要去到皇宫去接近皇帝，获得特权。所以他为了追求这功名利禄是能豁出性命来的人。那于谦呢，也是做事不要命的人，也能豁出性命。他获得什么性命呢？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国家。他是利国利民的人。所以这个差别，一个是完全为自己的私欲，
一个是为了整个国家的美好，也就是一个为公，一个为私，完全相反的追求。所以你像王振带着皇帝在土木堡这个灾难发生之前的时候所做的所有的错误的行径，都是在为了自己的荣誉、权力或者嫉妒心而乱指挥，就耽误了时间。20万精兵全军覆灭，皇帝被捉走，这都是王振一个人就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情况下而造成的这场惨败。这土木堡之变的最大的坏蛋就是王振。但是也正是这个土木堡之后，使大明朝危在旦夕的时候，把大明朝重新再树立起来，让大明朝又传了200年的那个人呢，不正是于谦吗？就完全他们内心追求是完全相反的。就他喜欢成为一种圣洁高尚的人给这个社会、给这个国家、给人民留下很多美好回忆的人。所以他在1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呢，他走到这个烧石灰的那个窑那里，看到了整个从石灰石再到窑里烧再变成白灰整个这个过程，来了灵感，来了感慨，就当时就顺口说出一首诗。那首诗是这样说的：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骨碎身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就这个石灰石它是有点灰颜色的，不是白的，它就是那种一个自然的石头。但是经过高温燃烧火化了之后它就变成一块白石头。这个白石头如果经过下雨或者往上泼了水之后，就变成了石灰粉。那么石灰粉之后才可以用于建筑医药等等不同的方面才能用。但是这种灰色的石头变成纯白的白粉，他感慨的是这样的一种过程。最后一句要留清白在人间，我觉得这首诗正是好像是一种于谦之前的一种感应，正是于谦先生一生的写照。清白，我个人呢对于谦先生呢做一个总结，我是不敢妄加评论人的那我对他的这个评论当中分4个字。那第一个字就是忠，忠很容易理解，首先就是忠诚、忠心，忠诚于大明朝。那第二呢就是廉，廉洁的廉，廉洁做官的人廉洁首先是不行贿、不受贿、不贪污不中饱私囊，这就是廉。所以在中国人在古画之中，还有今天青花瓷之中画成叫一素清廉，就那样的图案，就是为了想展示说我是清清白白做人的，我是有修养的，我不贪，就是因为我有高尚的追求的意思所以他很廉洁奉公就是我们从出生的时候不带一丝一毫，从东西到财富都没有，就到走的时候就带去，能带得了去吗？也带不去。但是能留下的是什么呢？留下的财富是不会说话的，留下的其实都是名声，都是留给整个大众的印象是什么。所以一个高尚追求的人，他希望留给世人、留给后人的就是一种评价和感觉。所以我可以经得起任何人来评价我，来了解我，做这样的大高尚的人。第三呢就是高，他的高叫见地高。什么叫见地高呢？你看于谦就希望说有一个代理皇帝，其实他是一种通过时空看
整个大明朝的玄阶，是这样。但一般人来说，我们想方设法把掠走的皇帝给赎回来或给抢回来，对不对？但他觉得如果抢不回来呢，还有谁来下这个命令啊？都不对，就干脆任命一个代理的皇帝，这就他跨越了这个时间空间看这件事情。他看的是让整个大明朝延续，而不是解一时之恨。所以我们这个对于谦评价中的这个高就是他的精神的视觉看得又高又宽又广又大。洪武堡这个战争之前的时候，他阻拦皇帝不要去带兵打仗，这最起码也是一个最简单的高远问题。因为你不是一个将军，如果张将军死了，再找个李将军、马将军来，还能选出很多来。但是一个皇帝要是死了，那天下大乱，天下无主啊，就乱了，反而会引起这个世界混乱来。所以他的目光高远，他看到了皇帝不涉险境，就你作为这个国家最重要的一个代表，他不能去做危险的事儿。好，第四个对他的评价呢，就是礼。他懂得一个为人处事的大道理。所以为什么他做官不贪？他说我是官，我要贪的话乱了国家的秩序。还有一个礼就对不起国君对我的信任，何况我还拿着国君的钱在花呀，我们全家吃饭这是皇帝给的工资对吧？他是我的衣食父母我不能坑他呀。我总利用我的职权，我收贿赂，勒索百姓的话，我对不起我的皇帝。那么这个大理他是最明白了，他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我要挺身而出；国家兴旺的时候，我还是把头缩一下。在大家都能干，也没什么大事的时候，我们就别邀功别嚣张别飞扬跋扈要沉默一点。但是大乱来的时候，大家都怕的时候，我们勇敢地站起来保卫这个国家。这都是他对礼的认识而形成的这样的表现所以他从对于军事、对于政治这个宏观的分析、安排，乃至到部署、操作，都是基于这个大理的状态下，在有极度忠诚的状态下，才想出来了一系列的好主意，很智慧的主意，智慧的见地。还有做事情，当这个层次分得很清楚了之后，因此呢，他安排的这些决策就都非常的有效率。礼轻则法明，法明则有效，就是这样的。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知大理、知伦理、通天道的人，知道哪一种分寸，有哪种的把握。所以他居功不自傲一生忠诚、清廉、正直，并且在国家人危难的时候敢于挺身而出，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他对这种大理的理解能够做到了一个所有的文人大士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就是安邦治国平天下，但居功又不自傲，所以他是一个完美的人。他会成为后世永远敬仰的楷模。那从另一个角度说，他的使命就是拯救这个时空、这个危难下的大明王朝。就是他拯救完了，他的使命就完成了。这新皇帝上来可以正常理朝政了，那他也就潇洒地回去了。这就是他伟大的一生。让我们记住他的名字，他叫于谦。
大慈大悲，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化身无量，寻声救苦。千手代表辩护众生，千眼代表遍观世间。供奉千手观音菩萨，是2024年犯太岁属相，化解龙年冲煞、消灾避难最根本的方法。诚心供奉者，得菩萨护佑，健康长寿，出入平安，富贵吉祥，佛光普照。让我与您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就此欢喜。我快乐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丽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让我与你相遇。小小的红点里，人生变得神奇。我智慧了，